除开垂钓，与大毛老师契合度最高的非茶叶莫属。常年游钓在外，茶杯从不离身，哪怕条件艰苦到无米无油，也要想尽办法找到热水沏上一杯茶。今天要去的钓场位于茶乡六安书城小天镇境内，较高的海拔和宜人的气候极为适合茶叶的种植。即将放干的水库更是在茶园的环绕之中，空气中茶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怎么讲？就是陡嘛，我不讲吗？你跟别的地方你没钓过这样的吗？这属于高山的冷水库。他们钓那个地方就这样拿，可知道哪个地方哪一块有缓一点的，因为它这个树不是在这钓，我是的，是往上上，我知道，就要找不能这样的地方你根本下不了杆，而且它的底下树啊都没有搞掉，你只有找人家过去有田，障碍物多呗，肯定障碍物多啊。那我们就收东西吧，把东西收走。山水库没有名号，但其下游集防洪、灌溉、发电于一体的黄河电站，知道的人不少。山泉水汇集的良好水质，让其中的珍稀不在少数。此行前来是冲着平日里闹干频繁的马口鱼，但这里的马口可不止闹干这么简单。高山的水库啊很有特点，而且水啊很凉。这上面跟下面大概要相差6到7度的温度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我喝那个茶了吗？那个我喝的茶也就在这山上，这块的海拔还是非常高的。因为像那很多这样的水库啊，它只要拦一个坝子就可以蓄水，这个水全是山泉水，所以这个地方有马口。我前2天看他们钓的马口，我们还是想过来钓马口。反正我们要钓马口的时候啊，不能找有泥的地方，就要找有沙的地方。像那样的土里面都是有含沙的。含沙土的地方就能钓到这种马口。哎呦，这个地方那么多，一刮风全是这个漂浮物，哎。从这坐快艇是吧？水库掩藏在大山的深处，即使从空中也只能瞥见其一隅，无法探究其全貌。复杂的地形和极高的植被覆盖率给钓位选择带来不少的麻烦。乘坐快艇不断探查，才让我们发现了一处勉强适合垂钓的浅滩。它这个地方的钓点啊很难寻，你看一路过来全部是嘁喳喳的。但我们刚才转过去了，转过去有的地方它是有时候发电嘛，把这个沙子啊、淤泥啊都冲的都很浅，那个地方就钓不了。但这个地方应该是行的，看这个上面的山形啊，坡坡的是一个滑尖一样，一个他们当地叫滩，这是一个滩了。就看不知道挂不挂底，这都是石头。如果这个地方不挂，这个地方可以钓，而且那边是深水，这个地方钓马口应该也非常好，或者就是我们刚才停船这个位置也行。就在这吧，我觉得就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。针对性的钓马口，节目里算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。往日里都作为闹干的小鱼避之而不及，不曾想今天却主动找上门。就是饵料的选择要明显区别对待，毕竟除了马口，这样的山水库还孕育了不少的其他鱼种，味型稍有不对，窝子就杂乱无章。它这里面有马口，因为前几天啊，有钓友在那边钓到马口了，跟我们微信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准备过来看看。主要今天还是钓马口，因为这个季节呢，钓马口用新香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高山水库水啊非常冷，啊属于冷水库，所以我们可能把心要加大一点了。这个溜鼻鸡啊，这个香的啊是谷味梨香，我们呢加多少呢？加3分。就少加一点了，因为你要加多的话呢，主要我还想突出这个饵料的腥，这个加上3分就够了。黄道鲫1号，钓友们可能经常看到我用这款，只要一钓鲫鱼，
钓这种梭鱼啊，这个黄尾啊，我都爱用它。这是一款锌，这个呢我用到4份，用到4份。红膜我加3份。3份红膜，3份硫鼻剂香，加4份的这个光照酯1号，水比应该是1比1。马口鱼属鲤科亚罗鱼亚科马口鱼属，是一种生活在溪流或大型水域中的中小型杂食偏肉食性鱼类。近年来，随水资源的规模性缩减，水质的富营养化加重，马口鱼自然资源不断下降。即使常年行走于自然水域的我们，也只能在垂钓间隙偶尔碰见其身影。想要针对性的连竿稍大的个体，目前还从未有过。就这一会儿，你看漂了多少这些山里面这些，整个山上的，其实鱼啊，平时啊它没有东西吃，像这样的山就是说有什么野果子呀、草种啊，一下雨就飘到水里面了，这里面的鱼也只能吃这个了。其实有的钓友感觉到讲，哎，你们钓鱼怎么每次看不到条漂？其实我每次条漂了，只不过每次不能每次都拍啊，所以这次呢就是你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了啊。我用的这是003号的3号漂，这个漂是芦苇漂，应该动作可能会很夸张。现在在几目啊？1目、2目、3目、4目、5目、6目、7目，现在在差不多7目，能看到在7目，哎，这还有一口啊，嘿，刚才怎么还有一口？感觉到漂吐一口，哎呀。哎呦，哎，是不是很漂亮这个鱼啊？哎呀，你看多漂亮这个鱼！赶紧放了，赶紧放下去，别把它搞死。这个鱼，哇，这么大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太漂亮！这是我真的我钓的现在最大的马口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动作吧，看到漂亮动作了吧？根本就不管，呱呱下去了。又是一个小马口，哎，它就在蹦。哎呀！钓小鱼比钓大鱼轻松的太多，至少不用费时费力的等待，收获的喜悦来得更早一些。开竿就斩获目标鱼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高效。可是情况真能如想象中的顺利吗？再来一竿，才是噩梦的开始。我就要找这个洞里头钓，要不然的话它漂下不去。这有了吗？呦呦呦呦呦，什么鱼啊？扁鱼！哦，他妈吓我一跳！这还有扁鱼，我的天嘞，真的吓我一跳！你今天不是我的目标鱼，你再大你都不是我的目标鱼，我跟你讲，不好玩。但这里面的鱼干净啊，真漂亮，这些鱼真的很干净，这个鱼。哎，这就冷水的鱼，这长得很慢的这个鱼，它没有吃的。哎呦喂，你看我这边，你看这个脏哦，这个都是山上面啊，一下雨啊，一刮风啊，这些东西都下来了。
接连的边鱼吃口几乎呈现全涌层的趋势，相对较大的个体更是驱散了本已入窝的小马口。如何避开边鱼，成了让人头疼的事儿。但这变化就在毫厘之间，掌握了分寸，才能收到明显的成效。可是，一通电话时突发的切线，看来水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。我也会死。这条是鲤鱼，这应该是鲤鱼啊，线断了，线切了。我那天打电话嘛，线切掉了嘛。其实这里面的鲤鱼啊，也爱吃这些锌。冷水库里面的鱼啊，都爱吃锌。为什么说它都爱吃锌呢？这些鱼平时它是搞不到东西吃的，啊，它吃不到东西，所以啊，尽量呢我们钩子稍微用大一点吧。我来把钩子用大一点。你要不用大一点不好钓啊！这个鱼嘴太大了，马口的嘴太大了，还是用大一点。换上大钩，重新调漂，期望足以应对马口凶猛的咬钩。接连数竿无功而返，浮漂的再次下顿，我们才后知后觉，拉断我们线组的，原来是这个家伙。我那这三炮一带啊，把这些鱼全带来了。哟，鲤鱼哦，它见到亮了，不能给它见亮。哦，草鱼，草鱼，草鱼，不是鲤鱼的，是草鱼，就带三炮带的，是0.6的线，差点切了。这个鱼长得连锁多了，这个鱼啊，没有吃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船没有马口，我怎么回事没有马口了？就这玩意救我的，这带三炮啊，把这东西都调来了。呛呛水吧，不呛呛水。我的天！你不敢去摁打它，摁打它，鱼倒不大，但是力量真的是不小的。呛点水，只挂了一点点皮，钩子也小，挂了一点点皮。这我这样一搅，完蛋了，把马口也不知道搅哪去了。哎呀，挂了一点点皮啊，连草网带的，连后台的一节都没有。我的天呐！我的天呐！哟，我讲小，这不小啊，小什么？用这么细的线钓它，这鱼不小，这鱼啊。不要紧，我这样逮它，它跑了也不要紧，跑到水里去。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力气了。那，还是下去了。哎呀，但它不是我的目标鱼。你看看，是毛巾也没带，草网把子的一节也没有，这鱼钓的狼狈的。我估计底下窝子里面应该是没有了。最好它走到钓马口。往常是马口闹窝，搅和的窝子没有安宁，今天却是被边鱼闹个不停。面对聚群的鱼儿，只有先暂时降低抽竿的频率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新的不速之客再度盯上了可口的饵料。来，我要来鲤鱼了吧？又来鲤鱼了，又来鲤鱼了。哦，好。它一见到亮光，它就冲啊。这条鲤鱼还可以啊。这条鲤鱼还可以啊，我的0.6的线哎。看到鱼了吗？给你们看看鱼。这是条公鱼，这是一条公鱼。抄网太短了，不能给它下去，头不能给它下去。
下去就难抄了。哦，这要给它下去就完了。在它没发力之前，哎呀呀，哎，李别讲，把这0.6的线整结实。哦，这嘴真的厚啊！哎呀，涮一下，冲一下，磨它。来，一会儿，哎，扎了，对吧？原来我记得这个鱼扎齐嘛，怎么不扎齐了？你看，行了，我放了，不折腾它了，放了。哦，吼吼，吼吼，走吧。梁伟鲤鱼的到访，说明窝子已经相当的繁杂，一时半会儿不能再奢望马口的出现。大毛老师则趁着这会儿间隙，盘道起了他对茶叶的认识。这个苏城啊，真的产长，苏城就六安嘛，六安破产产的是黄芽，这个苏城是大兰花、小兰花，六安产这个六安瓜片，它这个小兰花味道真的不错，一股兰草花香的味道。兰草花，因为它这是高山嘛，高山上面，每年就是采茶的这个季节啊，很多兰草花都开了，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喜欢花的人啊，每年都要上来，就闻到花香了，就去挖这个兰草花，自己回家去种，因为它这个，哎呀，哎呦跑了，它这个茶叶啊，就天天跟这个花香啊，兰草花这个香的味啊，熏到这个茶叶上面去了。所以这个茶叶以后，它吸收了天地的精华，啊，天地的精华，所以这个我们喝这个茶叶上面就有兰草花的香味。今天用这3.6米杆子钓真舒服，太轻了，平时8米、9米的杆子钓的。慢慢的抽干，只抓明显的顿口，窝子也逐渐开始肃清。马口只要放心的进窝，吃时绝对不假思索。这一口看来有点分量。哎，哟，这个马口大了，我的天呐，这是真的我梦寐以求的大马口，这多大了这马口？哇，太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你看这咸水这条鱼还是大的，咸水这个鱼还是大的。又是一个小马口，来，哎呀，哎，你看，我讲来连着了吗？什么鱼都钓到了，这是连着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我的天，你考验我这个杆子吗？俺这雾化一点点，我的天，哇，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反了，哎呦，你看你这样反的，鱼钓的多了，你看，又钓个白鲢，你看。莲子入窝可以算作是催促我们收竿的信号，不来则已，一来成群。除非你撇下钓竿，否则但凡饵料雾化，莲子就不会离开窝点了。时间不早，再起2竿就该告别这高山水库了。本身今天上来就晚了，因为当时是没有打算来钓这个鱼，也就是从这走看到，因为我每年我喝茶嘛，我都要到这边来收茶。这个，黄河电站我是知道的，
在这个萧天的这个高山上面啊，这个水库我也知道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又是什么鱼？哎呀，完蛋了，莲蓉，又是莲蓉啊！要是莲蓉的话，这窝子又废掉了，整个莲蓉进窝子没办法钓了，还是莲蓉啊！哎呀，本身来的晚，我们找地方呢，真正能拍摄、能钓鱼的地方呢不多。哎呦嘿，真正能我们可钓的位置真的是不多，而且呢，尤其钓马口好钓马口的地方也不多。后面那这个漂浮物啊太多了，哎呀，全是，你看，还是莲蓉。收干鱼，收干鱼吧，我们也收了，我们也收了。带我们一起来的钓友已经收了，下雨了也收了。你看他们走了，因为这里啊出来进去都很不方便的。如果是没有船的话，我们想进来很难进来。哎，我们把鱼放了吧。啊，哦，没有少钓啊！哎呀，真的漂亮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帽子鱼竿了，我就在这。帽子也掉下去了，鱼竿也掉下去，不管了。哎呀，差不多几个小时的渔获啊，很少能看到这么大的马口，这么大的马口，你看多大？回归自然吧。真的是很久没有钓过这么爽的鱼了，真的太爽了，什么鱼都钓到了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点遗憾，被这个莲蓉啊，整个这个吃完饭以后，这一下午被莲蓉搞死了，全是莲蓉。好了，我们赶紧收。唉。